我的天哪！哎，这担担面有食欲啊！对，还真挺地道。这个担担面，我可以这么说，比他们这做的那个简单多了，倒是比那还要好吃。担担面一定要买正宗的四川宜宾芽菜，把这个咸味洗洗的。老的传统做法，洗干净就行了。但是这味儿呢，又不能完全洗掉了，留一点的，开水洗净了啊。哎，你看，为了让它更香点，置点葱油吧，烤的花生油，差不多够了吧？好，你看啊，大料、小茴香、桂皮、椒仁都后。好，洗一下它不容易糊。把这洗干净了。你看啊，慢慢往它起的，油不要太热。顺便呢，吃点葱，有点香味儿，是吧？再吃点姜，开一下是吧？你看啊，咱这来点这个葱绿，就慢慢的是吧？起炸，没有什么可复杂的。大油面呢，我们可以搁点香油里，好，它出来更有香味儿。咱拌一拌，不容易一下就糊了它，是吧？以前都是拌水啊，是吧？对，拌水也可以。今天又学一招，拌水也可以啊。学一招。回去讲究二锅油炒菜香啊。再来猪油啊，你看，你看这气味。对，这个担担面呢，你看简单，它跟别人做法不一样，就是粒粒为高。一道名菜，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在这儿实习。然后呢，当时那师傅很厉害。对。然后有一个面点师傅叫朱国良。那在四川是非常有名了。这是传承他的担担面，非常简单，而且你看好吃，咱给它捞出来。这个行了，温度行了。你看啊。一下就糊了它。你看，这可以慢慢加。这时候呢，油热点，它这个你看它糊不了。你看，对，一次次加热。你看，你看我为什么这么试呢？就让网友们学这个它有把握。油耗完了，现在调汁。我煮面啊，这个东西很简单。小葱花不能切成葱末。这个呢，我们芽菜可以搁点。让它香。这个味精呢，其实对人体没有害，是吧？沏出来没问题，沏出来没问题。因为这个温度不够，它到不了85度，可以搁点猪油，是吧？提提香。对，要没有呢也没关系。这一碗酱油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，这咱说是吧？灵魂是红油。拔丝痕，嘿，这说话有水平啊！要的。煮面喽，这个就普通的切面，细切面。过去是用好鸡汤。好鸡汤。我们今天不用鸡汤，不用鸡汤呢，我们就用这原汤。也一样，也还原这味道啊。简单当中它不是说我这味道。对。如果说你要炒了，这芽菜这味道就会失去了很多本味，是吧？炒完了这味道就马上就变，就不好吃了。这个担担面，我可以这么说。比他们这做的那个简单多了，当然比那还要好吃。这个记忆几乎没了。我今天还原给你们，是吧？熟了，放个油菜馅儿。好，烫一下。你看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冲点汤。为什么得先冲汤？这必须开锅冲这汤。如果你要后加，把面条搁上再冲汤，这香气就出不来。你看，它这东西就这么怪。你看啊，到位。好，太有食欲了。我的天哪！哎，这担担面有食欲啊！对，既简单又好吃。好嘞，家里头又能操作的。还有呢。行，好。这怎么样？够不够小魏？咸味儿，芽菜的香味儿，辣味儿，包括红油的跟面的这种碰撞。这一站就到四川了。拔丝痕。好嘞，你吃一口尝尝。你这老面干了20年，老面点师了，是不是？师傅也不是干面点的啊。再喝口汤。哇，还真挺地道的。真挺好吃。他吃完了没有麻酱那个糊嘴的味儿。这个汤呢，就得烫点，越烫越好。再来点，多注意点，看，不是的。如果说要炒菜，还有一个方法。有网友问说，家里的火没有饭店里那么旺，所以在家炒菜的时候，怎么能够控制火候？有什么技巧？在家里边火要比较弱，尽量让这温度稍微高一点。然后这量呢，你如果说这个在家里边量要炒菜量要太大也不行，根本不行，是吧？这量适当的合适，这玩意儿够一盘吃的，那就基本没问题。所以在炒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一是把油温升高，把锅温升高。炒的当中要采取一些其他一些措施。如果说要炒菜，
还有一个方法，要把它分类炒开了，能用碗汁的，我们这个碗汁儿，比如说荤料的东西，我们先划了，划好以后捞出来，然后刷完锅，我们再升温，再炒一些配料，这样呢，把它这个分段给解开了，分解开了再投进去一块儿之后，你这样呢，下了汁之后，先别急着发了，是吧？让它凝固一下，你这样再翻，那相对来讲就解决这个火的问题啊，火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好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吧？啊。